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，棉兰老岛一旦独立，菲律宾损失有多大？菲律宾近期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，在其对中国疯狂输出时，该国国内也乱象丛生。前总统杜特尔特提出棉兰老岛独立，这是为什么？如果该岛真的独立，会对菲律宾产生什么影响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菲律宾与棉兰老岛。菲律宾位于东南亚，国土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，主要岛屿包含棉兰老岛、萨马岛、吕宋岛等11个。众多岛屿为其提供了长约18533千米的海岸线。该国总面积约29.97万平方千米，国内人口大约1.1亿，85%以上都是马来人。菲律宾经济是出口导向型，受国际市场影响大，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60%。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，在外劳工约230万人，工业以电子、化工等制造业为主。菲律宾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，但是由于基础薄弱，发展过程也存在高通胀、高债务、高失业率等问题。棉兰老岛位于菲律宾南部，是该国第2大岛，南北长471公里，东西宽521公里，面积94630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2700万。棉兰老岛周边濒临苏禄海、菲律宾海、保和海、西里伯斯海。该岛北部与米沙因群岛相望，西与巴拉望岛、苏禄群岛相邻。棉兰老岛主要种植水稻、玉米、棉花、咖啡、热带水果等作物，当地有金矿、铁矿、镍矿和煤炭等资源。棉兰老岛是热带气候，今年1月28号以来，该岛出现持续降水，引起大范围洪水和山体滑坡。截至2月3号，已经有超过62万人受灾。位于棉兰老岛西部的三宝岩市是岛上的主要城市之一。三宝岩是一个港口城市，濒临巴西蓝海峡，人口约50万。这里是菲律宾的国际转运港口和渔业基地，同时三宝岩也是摩洛人的黄铜和紫铜制品中心。但是三宝岩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城市。2013年以后，三宝岩成为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武装冲突中心，经常爆发绑架、爆炸等恶性事件。2. 棉兰老岛独立运动再起。小马克思上任后，在南海问题上无端挑衅，全面倒向美国，意图将美国、日本等势力引入南海，为其在南海的争夺行为增加更多的筹码。同时，小马克思政府还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，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。在内部，小马克思还打算修改宪法，尽可能地将国家权力留在马克思家族。小马克思政府的激进举措引起了菲律宾国内的不满，前总统杜特尔特亦反对马克思的支持，公开指责小马克思政府，并呼吁军警在适当的时候保护宪法，同时表示会集结当地政治力量，发起棉兰老岛独立运动，并表示这不是血腥的叛乱，而是通过独立公投的方式，证明棉兰老岛人民希望从菲律宾独立。棉兰老岛上还有不少土著居民，该岛居民信奉伊斯兰教，菲律宾中北部则因为殖民问题信奉天主教，因此棉兰老岛一直有强烈的分裂倾向。岛上叫得上名字的分离组织或游击队就至少7支。而且棉兰老岛的独立运动与小马克思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·马克思有关。1968年，老马克思命令政府军屠杀了一队被指控密谋叛乱的穆斯林士兵，该事件被称为贾比达大屠杀。政府的这一行为点燃了棉兰老岛穆斯林的怒火，引发了该岛数十年的独立运动。所以杜特尔特号召棉兰老岛独立，并不算是心血来潮。根据报道，1月3号，棉兰老岛的马拉维市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。爆炸发生的地点是棉兰老岛国立大学体育馆。爆炸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，50人受伤。爆炸事件由伊斯兰国组织认领，该组织是菲律宾近几年的不稳定因素之一。杜特尔特执政时期，菲律宾南部的马拉维市一度被亲伊斯兰国的武装组织夺取，这些武装与菲律宾军警发生激烈的交火，冲突持续了5个月，超过1200人死亡，35万人逃离家园。小马克思上台之后，菲律宾南部依然动乱，而且菲律宾南部的一个特有现象是，每当南部武装与政府谈判达成协议时，就会分裂出更多的激进派，而这些激进派的要求是完全独立。在爆炸发生之前，棉兰老岛议员阿尔瓦雷斯就曾警告马克思，不要在南海挑衅中国，要专注国内事务。如果马克思过于好战，那么棉兰老岛应该争取自己独立。
而杜特尔特在发起棉兰老岛独立运动之后，也将领导人定为阿尔瓦雷斯。在杜特尔特之后，阿尔瓦雷斯表示，棉兰老岛的面积和资源都比新加坡有优势，独立后肯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。3. 如果棉兰老岛独立，菲律宾有何损失？如果棉兰老岛真的独立，那么无疑会给菲律宾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因为历史与殖民原因，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、多宗教且文化多元的国家。该国本身就有着复杂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，国内的分裂和动荡一直存在。如果棉兰老岛真的独立，那么该岛的独立主张无疑会得到其他团体的响应，会加剧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和冲突，甚至会导致该国陷入内战与分裂危机，国家发展受阻。其次，菲律宾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，是东盟内部以及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。棉兰老岛独立会使菲律宾失去大量土地与人口。同时，由于棉兰老岛是菲律宾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，因此该岛的独立也会影响菲律宾的国家实力与影响力，削弱菲律宾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地位，使其发展进一步受到限制。